不过不管谁当选，还是要面对后续这馊水油风暴的问题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很多的夜市小吃摊还有餐厅业者，他们本来用过的油就是废油，都是由回收业者来回收的。但现在呢，业者是风声鹤唳，不敢再公然到处收废油了。这使得餐厅业者使用过的废油堆了一桶又一桶，到底该如何是好呢？对于官方劝导说他们不要高价卖废油，却也感到太不切实际了。那么这么多的油该怎么处理呢？环保署强调未来会修法，定罚则，确实管制这些废油的流向，真能做到吗？将近打烊时间的夜市，沿路总会发现摊贩店前至少都摆着一桶油。再往夜市底端走，模样看似储存厨余垃圾的空间，这边也有4桶，转头又是2桶。铁桶里装的废食用油，等着俗称小蜜蜂的回收业者来买。但有摊贩说，受到馊油案影响，风头下，小蜜蜂不上门了。这都是还没来过收的。对啊。后方储藏室堆着2桶废油，前面至少3桶。咸酥鸡店员工说，馊油案之后，这些油就放在这儿。1桶好像250，250，电是没有人来收，1桶120而已哦。昨天才收去了。合法的收油业者会留下收油单，上头写明环保局的登记字号以及公司地址电话，但1桶油价格100-200元而已。但没立案的小蜜蜂向摊贩买废油，1桶却能喊到250到300元的价格。天前的为了市政府来讲安怎？来讲，因爱先要登记啊，从啊，因为你政府拢无法条咧管啊，所以我也袂当甲伊干涉啊。小吃店摊商他要签这个契约书，在这一份上面就知道是谁收走。为了控管废油流向，各县市环保局、卫生局都会派人向餐饮业者劝导，把废油卖给合格厂商或交给清洁队，而且要签下1式2份的契约书，上头载明回收商资料，好让环保局派人访查时透过契约书来向下追查，更要增列为管制项目来实施罚则。但外界质疑，应该是从废食用油回收大厂向下规范收油业者，收油前提出授权证明，而不是一个个找摊商或餐饮业者麻烦。TVBS 南部综合报道。